都什么年代了，这么没素质？干嘛？给你个自首的机会，自什么首？你偷了他手机，需要我说那么清楚吗？哎，站住！出口等我！不是你我。 站住！手机呢？你们俩干嘛呢？这家伙是谁？交给你们。好。 左臂摆动幅度大，双足力量不均，右膝似乎不便用力，应该是曾经膝部损伤未愈。高负荷奔跑已导致旧伤复发，奔跑姿势已不正常，很快就要摔倒。平。什么情况？ 他的副韧带长期受压，所以只要轻轻一碰就会很痛。不过我劝你最好还是别跑了。手机给我，跟我回警局。3、2、1。他什么情况？极度呼吸困难，发干，心律失常，高度怀疑张力性气胸。他的肺出问题了，他需要穿刺排气，否则会有生命危险。你去把那个穿银色西装的人拎的酒请过来。喂，大哥，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喝酒？你把他救活了，管你一辈子酒。我需要用高度酒精来消毒，快去啊！ 酒精到了，你是医生啊？不够准确，有笔吗？有，把笔芯去掉，用酒消毒笔管。什么？然后呢？进行穿刺，然后把张力性气胸变成开放式，再送到医院。你要杀他吗？打120吧。 虽然设备简陋，但还好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哎，不行，你得跟我回去录口供。你知道我谁吗？你是警察吗？不够准确，反正你得跟我走。你得理解我们的工作，这毕竟嫌疑人被你扎了一刀，当然得说清楚了。那是警察的工作。你是警察吗？我都说了，你猜的不够准确。我准备正式来入职呢。我要是正式的，咱又被关下证吗？对吧？我叫林涛，你叫什么？在哪家医院啊？ 你这人真没礼貌啊！问你话呢。啊？行，那我也问你个问题啊。
你不说话会死吗？不会，但有时候憋久了吧，会肚子疼。这是病吗？我看你拖着个行李是去哪儿啊？我有车可以送你。我去的地方很远，你送不了。哼，友情提示啊！我看咱俩也被关得够久了，这客车肯定是没有了。我俩能遇到算是有缘，我送你吧。斗门镇离这儿不近，你能送吗？斗门镇必须送，我就住那。你们2位等会儿签完字就可以走了，都是见义勇为的好青年。应该的，这都是我分内的事儿。老铁们，这就是最近在朝恩闹鬼的荔枝园。前面的房子会不会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呢？老铁们，把火箭给我刷起来！刷起来！我保证，我们这次直播绝对真实。老铁们，我们马上就要进去了。是的，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开玩笑，开玩笑，是我。你有病吧？人吓人吓死人，你不知道吗？这涨粉了没有？哎，你快进来，先进来。我发现你竟然在欠揍。走。怎么了？没事，就随便笑笑。我先打死你！难怪会闹鬼啊！哎，谁说闹鬼了？骗人的！谁说的？网上都在说嘛。啊！哎，看这儿，哪儿？什么？什么东西啊？这儿有个东西呢。快点！所以你是来斗门镇旅游还是定居啊？哎，兄弟，我看你长了一对招风耳，巧了，我也是招风耳。那别人都说啊，这长了招风耳的人特别适合去外地发展，那肯定事业有成。那可我妈非让我在老家，那说离不开我，可真是个甜蜜的负担呢。你呢？你妈平时管你吗？不想说算了。那我接着跟你讲啊，我呀上了初中之后，这人啊就越来越叛逆，这全家老小的担心我长大会学坏，这没想到我居然做了警察，你说气不气人？你这人啊，可真没礼貌！这大半夜的，要不是我，你能找到车吗？这大半夜的，你不是更应该好好开车？我去！什么情况？你别动啊！不行，你也下去，证明我没撞他们。走走走！你们干嘛呢？有鬼啊！死人了，这是有尸体在哪儿？
我们还是叫支援吧。带上。不许吐，破坏了现场，你负责任。就算想吐也给我咽回去。还真是难得一见，这是巨人观尸体。安然法医是不是已经在现场做尸检？对，应该快结束了。李队，提醒一下见过尸体的人，这2天千万不要吃韭菜和豆花之类的东西。这个就不用你提醒了吧？你还是考虑一下怎么可以止吐吧。巨人观尸体呢是挺可怕的，但我们要以科学的眼光去看待。如果大家实在吃不下饭的话，让我妈给大家煲汤，下火清肠道，保证价格公道。你看一下这个，尸表检验报告。哪儿来的？据表爷，停，别套近乎。论起来，半个龙帆市都是你家亲戚，咱俩别说五福了，10福都出去了。那个，我刚办理完入职，过来报道。你妈说了你无数次，让你去做文职，你就是不听。我虽然学习成绩一般，但我身体综合成绩第1名啊，是省青年组综合格斗第3名，而且偶像是亚森罗宾，我能当文职吗？所以呢？所以我就是天生干刑警的料。我这一身本事，不为家乡人民服务，不浪费了。林大少爷，刑警不好干，这不是在玩。就好比今天你看看你，胆汁都要吐出来了吧？邱表爷，你是不知道，那现场的第一口，我可是深深的咽了回去。打住！你再说我都要吐了。反正你妈也拗不过你，我肯定也拗不过你。去你座位上去吧。哎，那谁呢？看来印象深刻啊。简直刻到我心里头去了。你是不知道那家伙有多变态。秦明同志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龙帆市法医中心的主任，我姓陈。刚才你的情况我已经核实过了，年轻轻的了不起啊，人才难得呀。谢谢。那我现在可以回去了？当然可以了。法医，尸检报告你写的？
我光看你提供的信息，还以为你是个老人家，没想到这么年轻。我来介绍一下。陈主任，我着急，我先说了。巨人棺尸体，尸体上软组织、背部组织保存完好。通过保存完好的脂肪厚度，我推测死者的年龄应该在26岁，体重100斤，身高162左右。这些都符合你提供的信息，对吧？那么第一个问题，死者的年龄是怎么判断的？根据牙齿咬合面磨损程度来判断的。人的牙齿质地较硬，不易腐败，年纪越大，牙齿的磨损程度也就越高。死者为女性，牙齿咬合面、牙尖未磨平，未发现脂质点，可以判断是20到30岁。只有软组织与背部组织保存完好，应该跟保存的地方有关系。我们还是回去吧，这种事儿我们处理不了的。我要先做现场勘验，不能拖，拖的时间越长，证据越少，不能再耽误了。陈主任，你可以介绍了，我愿意跟他聊聊这个案子。好啊，好啊，来，那就进来聊。来，安然你也进来，坐，进来聊嘛。哎，小秦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安然是我们这里唯一的一位法医，平时啊大事小事都是他来负责的。今天突然碰到了你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同行，所以呢，缠着你向你请教的多一些啊，你多担待啊。那行了，你们聊吧，我去处理点别的事啊。好，主任。你坐啊，小秦。你好，我是安然，是这里的法医。能不能有一点礼貌？好歹我也是一位女士吧。法医不分男女，秦明。你别介意啊，我这个人有洁癖。第二个问题，那个胎儿是什么情况？死后分娩。死人生孩子，像个恐怖片吗？人死后在生活状态下寄生的细菌，失去了人体免疫系统的控制，大量繁殖，形成了大量乌绿色的腐败气体。这些腐败气体使得人体像充了气的人形气球一样全身膨胀，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巨人观。对于孕妇来说，腐败气体压迫子宫还有宫腔，特压胎儿导致胎儿娩出，这种现象就叫做死后分娩现象。那个就是分娩出来的死胎。哎，怎么了？不止一个胎儿啊？一共有3个胎儿，前2个是纸片胎，2个纸片胎早死于第3胎。死亡后呢，软组织被吸收，又受到了正常妊娠胎儿的羊膜囊挤压，形成了轮廓清晰可见、又扁又薄的纸片胎形态。荔枝园负责人说，发现尸体的冷藏库处于半废弃状态，存储着滞销荔枝。那么再回到尸体的问题上，在低温条件下，理论上不应该腐败成那个样子。很有可能是尸体成为巨人观形态后，发出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尸臭，所以凶手才会选择在冷藏库里弃尸。你有依据吗？正常温度下，巨人观的形成需要10天左右，20天后腐败气体开始消散，软组织软化，巨人观形态消失。往前推算20天，也就是上个月25号左右，我查了当天的天气预报，气温断崖式下降。一夜之间呢，居民都穿起了外套，直到上周才开始回温。而死者穿的是夏装裙子，也就是说，死者曾被藏尸，而且绝不是在密闭的条件下。因为只有在通风良好、透气的环境下，才能形成这样程度的腐败。即使是在室外，时间长了，尸臭的味道还是盖不住的，所以凶手才会选择在冷藏库里弃尸。但凶手并不畏惧腐败的尸体，所以不排除熟人作案的可能。到饭点了，饭后再说吧。饭来了。徐表姐，吃饭了，吃饭了。终于知道你叫秦明了。
原来你是个法医，还是个高材生啊！难怪碰到那种场面这么镇定啊！不镇定的是你吧？哎，我今天呢，正式入职了，想请你帮个忙。我在那个冷藏库里不是，你替我保密啊，纯属意外啊。我对别人的事情不感兴趣。哎，吃饭吃饭。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刑侦队的队长李队。这个我就不用介绍了。林涛，我听说你今天吐的连胆汁都吐出来了。谣言，肯定是谣言啊！兄弟，我当时单独给你品是吧？我不吃，谢谢。我不习惯和这么多人一起吃饭。你这是什么？我自己调配的蔬菜汁。蔬菜汁。哎，我去，兄弟，你这个玩意儿怎么跟那个尸体的腐败液一样啊？还给你，还给你。杯子不要了，送你吧。这不太好吧？我看这个牌子不挺好的吗？你就这么给我，我也不太好拿吧。行，那要不然我折价卖给你，或者我直接扔了。反正我不喜欢我的物品上有奇怪的人的 DNA。奇怪？谁奇怪？他在说你奇怪。我不觉得你奇怪，我觉得你挺可爱的。秦明，陈主任已经跟领导请示过了，把你借调过来是希望你在法医室帮帮我们。主任说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就看你的意思了。那太好了，咱们终于可以一起干。我和你好像不是太熟吧？我来这儿呢，就是来度假的。那你的身份毕竟是个法医，遇到这么复杂的案子，我要是你，我就会留下来。就是啊，要是我假都不放了，直接上岗。那警察不能老想着要放假了，对吧？在哪儿放假不都一样吗？留在我们这儿，你的衣食住行都由我们来管，不是挺好吗？死者穿着夏装裙子，应该是一位年轻女性。裙子的下摆有几道破口，断口线头粗糙，像是被钝物割开的，上面还有铁锈，像被钉子割破的。现场没有拖拽痕迹，钉子应该不在地面上。那有没有可能痕迹被掩盖住了？因为我们无法确认尸体到现场的时间。从衣服的破口上来看，钉子应该是固定的，否则无法造成这种程度的破坏。但地面上应该不会有这种固定好的钉子吧？现场有车轮痕迹。山路不好走，老式平板车承担了很多运输的工作，这种车上倒是会有这种钉子。根据现场勘验推断，凶手的运尸工具极有可能是板车，死者衣服上的破口很有可能是被板车上的钉子给刮开的。钉子上应该还有死者的衣服纤维，这是锁定运尸车的重要铁证。DNA 已经送去检材了，明天送到丁里做对比。希望不大，通过 DNA 找到尸源的可能性不足40%。这我知道。那我们现在应该要立刻安排解剖，尽可能的对尸体进行特征刻画，还有搜集证据，然后汇总给刑侦部，让他们去走访，看看是不是本地人，有没有周围住户确认。完全同意。领导还有什么指示吗？哎呀，完美！哦，我是说你们这对组合真的是完美。哦，如果你们两个能够一直这么组合下去，那就最完美了。抱歉啊，我的假期只有1周的时间，所以不管案子破没破，
我都得回去了。主任，一会儿解剖我也参加，带新人见识一下。好啊。我们开始吧。等一下，逝者安息，生者愤然。大体女士，我们是法医，读尸断语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会好好解读你留下的遗言。你切牛排也会祷告吗？什么意思？解剖是科学，不能依靠情感。祷告完就没情感了？真的可以做到吗？当然能了。我们开始吧。等一下，现在是下午1点38分，我们开始解剖，可以开始了。再给我点时间。过来帮忙抬一下。我，大哥，你逗我吧你？难道你让女生去抬吗？徐可爷，这在警局叫我李队，服从命令，去。快点。哦，好了没？好了没？尸体的上肢软组织与背部组织保存完好，背部组织呈弧度形态，应该是尸体形成巨人观前，背部处于光滑而有弧度的物体上。尸体全身没有开放性的损伤，所以无法判定致伤工具。提醒一下啊，巨人观尸体内有大量的腐败气体，我们需要将这些气体释放。原因有3：一呢，气味难忍，干扰工作；二是这释放的有毒气体对健康不利。第3点，这和爆炸原理是一样的，释放气体会伴随着大量的腐败液体往外迸溅，是走是留，你们自己决定。你是不是有什么忘跟我说了？我要说什么？那个走访报告出来了吗？出来了，目击者刚也带回来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才跟我说呀？哎呀，怪我忘了。赶紧去看看呀！走。我们去看看。哎，忙啊！现在申请调离部门还来得及啊。我还行，那就是以后对那个气球、果冻之类的会有些心理阴影。受不了就早点说。我可以的，队长。关于发现尸体的户外主播口供，你有发现什么问题吗？问题？他们是要到荔枝园去探险，是因为听说荔枝园的看门人见到了披头散发的鬼影。对啊。那你有没有想过，看门人见到的鬼影到底是什么？
周德利54岁，您在荔枝园看门也有12个年头了吧？这个嫌疑人把尸体放在冷藏库也不是1、2天的事儿了，难道您平时不会去排查那一块吗？那间老冷库有年头了，属于半废弃、半工作状态，储存的也是那些快坏掉的粒子，平时没人去，我也很少过去巡查。请描述一下案发前日你看到鬼影的情况。大叔，您别紧张，您的证词呢对我们非常重要，所以辛苦您回忆一下。那天夜里，嘿，门怎么打开了？谁？有人吗？谁在里面啊？别藏了，我都看见你了。谁？站住！鬼啊！等我醒来，那玩意就不见了。后来，我跟周围的人聊起这个事儿，他们说我瞎扯，我真的看见了。我到现在还能梦到那张脸。婴儿的 DNA 已经取样送厅里了，看看能不能找到生父。死者的背部有火凤凰刺青，背部有压痕。深层肌肉出血，出血痕迹笔直，没有弯曲，颜色没有区别。这说明受力均匀，没有凸起，是前方压力挤压形成的。凶手曾将死者暴力摁住，死者的背后有衬垫，应该是一个有规则的菱形物体。但在尸源地深山老林里，只有不规则的石头。这种印记更像是桌子、柜子或者是床之类的硬物的压痕，这意味着死者遭受侵害是在室内。死者和凶手认识的可能性极大，熟人作案。死者颈部的皮肤已经腐败，所以看不见损伤。不过从甲状软骨的骨折可以判断，死者颈部曾遭受过暴力。双侧胸锁乳突击出血，是掐扼所致。一个约束性的动作就能将一个成年人的甲状软骨弄断，那就说明凶手和死者之间力量悬殊非常大。犯罪分子应该是成年男性。死者的额部有挫裂创，从颅骨压痕上来看，凶手应该是用有棱角的物体反复击打死者的头部。这个物体应该是长方形，材质无法判断。准备开颅吧。只有额部脑组织的颜色呈现暗褐色，说明这个位置曾经大量出血。再加上死者额部的挫裂创以及脑组织出血，可以判断，死者是被一个钝器反复击打，导致脑组织挫伤出血而死亡。一般重度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伤处都会有严重的骨折和损伤，所以，致伤工具应该是一个质量较轻的工具，可以排除预谋杀人的可能性。卵巢腐败自溶不太能确诊，结合死者的生殖道和卵巢感染状况，可以确证死者生前做过某种卵巢手术。应该不是正规手术，否则不会感染成这样。死者生前取过卵，没有针孔。安法医，
我建议将2个纸片胎胎新样本送到毒物检验部门。毒物检验？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死者是个代孕妈妈。牵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灭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封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茧，爱怎么会不见？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真相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力？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And this love doesn't always move in a straight line. One day we hate each other, but the next we're doing fine. And the cruel truth, in the blink of an eye, for you to move on, gotta leave me here behind with these memories, reveries, golden like a treasury. Wish that we could blow a time out like a referee, but we can't. I know we had a plan,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forever, but in the end. But in the end, 前进的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曲直在追问我，这生锈的